哎，大家伙早喽！10月2号星期一，凉快了啊！现在气温才18度。昨天也没休息，昨天早上跑了8公里，今天应该也是8到10公里的样子。就是轻松跑，恢复一下肌肉。现在腿部的肌肉会有一些轻微的酸痛，其他的身体状态都已经完全恢复了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今天聊聊前天的比赛。这公里只跑了5分42，就到这儿为止，上坡就结束了。所以来大阪城跑步，来的时候上坡，回的时候下坡，还行。行，那一会儿咱们聊聊比赛，加油干！哎，我们先插一小段关于衣服。我看大家讨论好多衣服，那个衣服是真的啊，是炫彩刚有的第一天在 Oregon 的官网买的，就是穿的时间太久了。那这种背心这个地方都是胶粘的，就是你穿多了都会开胶的。我好几件背心都有要开胶的迹象了。然后那件背心之前是就已经开了一点了，我是知道那开了一点的。你们看我起跑前的那些视频，这个就是这边这个肩膀能看出开了一点了。我没有想到的是最后这边也折了，但是我知道这情况也忘了，当时确实忘了这个事儿了。大概是不到6公里的时候还有折的这边，当时就是觉得一阵凉意，我以为是水洒到身上了某处的，后来一看才发现才想起这个事儿，之前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当时想想特后怕，因为我还老蹬这边，就是折了以后，我跑完拿完证书这边也折了，如果没跑完这边也折了，就完蛋了。这边折就已经很影响最后的几公里了，这边要万一再一折，它整个就掉下来了，对吧？那这种胶粘那种衣服，你穿的多了，洗的多了，尤其是晒这种胶都是怕紫外线的，晒的多了以后它就会开的。能买到专门粘衣服的胶，我都已经粘上了，在晾着。大家搜关键词就行了，就是衣服胶水这种类型的关键词有各种的，还有详细点还能告诉你，有的是需要熨烫的，有的是不需要的。行吧，这就是关于衣服。那我们接着视频里见。今天还有点刮风，如果收音效果不好，大家见谅啊。比赛跑了1小时18分57，官方成绩。但是它计时毯一圈只有那个终点那儿有一个计时毯，所以起跑的时候是枪声成绩。我大概是要比枪声成绩，就我的净成绩要比枪声成绩快3秒左右。我没有在前边起跑，但是人不多。他也有好多兔子，就是起跑的时候看着人不多，但是到后来我套了6分钟，5分多钟，最后套到4分15秒的兔子那一圈，我看每一个方阵都有不少人，不知道是不是跟兔子的靠后起跑了，有可能。那天的天气条件不好，咱们先说赛前准备。小伙伴问吃了什么，抱歉啊，我拍了，但是剪辑的时候我忘了，有点尴尬。赛前那一天呢，有点紧张，没在家里吃午饭，出去吃了普通的米饭的套餐，吃的米饭比较多，然后晚饭呢吃的就比较少。我现在就是因为可能跟年龄消化能力有关系，比赛前一天晚饭不吃很多，否则第二天起来不舒服。从去年北马我就贯彻这个方针，因为之前有过比赛，就是还按照以前那么吃，晚饭吃得多，导致第二天早上起来完全吃不下去。所以呢，赛前那一天的中午吃的比较多，以碳水为主。晚饭呢要比平时吃的还少一点，但是也是以比较干净的饮食为主，尽量不吃油，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肉。
早上起来呢，3点半起的床，因为比赛是9点开始跑，提前4个小时把最后一口饭吃完，所以就是5点吃完的早饭，吃了2片白吐司，1杯黑咖啡，抹的是花生酱和果酱，没有鸡蛋，没有牛奶。这看您个人的体质和习惯。对我来说呢，奶制品跟豆制品吃多了以后，消化没那么好，就是不冒险，主要就是不冒险。当然了，如果您是一个全程马拉松，并且呢可能要跑3、4个小时甚至更长的话，那建议就是增加一点鸡蛋，这样的能比较抗饿的东西。如果您计划在2小时50以内冲击一个全程马拉松，那我还是建议就以碳水为主，不要吃粗粮。大阪这边交通还是比较方便，而且城市要跟北京比要小得多。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，你还要去趟奥森参赛，我住在东三环的时候，好长时间。这边坐地铁很快就到了，因为它城市确实不大。长居公园离我家距离是7公里，从出门到达出发的地方半个小时，到达就是起跑的地方。到了以后领东西、别号码布这些大家都看到。然后他的比赛呢，那天不是太容易创造成绩。我到了以后，我就跟家属说了，我说不行，我说只能按照 Plan B 的成绩，按照 Plan A 的强度这样跑，就是要很努力跑，才能实现1小时20，因为特别的晒和热，气温是25度，可能跑到后边得有26度或者27度。然后大家也看了，那一圈可能只有1/5有阴凉。特别的晒，倒是很平坦，只有一个缓坡。然后这个比赛不是一个大规模的比赛，它分几个组别，有一个5.6公里，就是跑2圈，有一个10公里，一个半马和一个30公里，还有接力。半马和30公里都是200人的规模，所以规模很小的。那个公园一圈是2800多米，起跑的地方不在终点，这个视频里都说了。然后一共是跑7圈多一点，所以证书上的那个分段成绩都是每一圈的成绩，就是2800多米的成绩。跑完以后，现场就拿到证书，各种东西都给你印好了，就现场打印，质量也还行。咖喱饭还没吃。第1名跟第2名2个小伙没有交流，但是看着挺年轻的，他俩一上来就挺快的，但是后来第2名掉速了。第1名最后完赛成绩是1小时14，第2名是1小时17。我是1小时18。补给的这一块呢，这种小比赛就看出了一些影响，因为整个的补给桌只有2张桌子，特别的短，就你必须要在一个地方拿水，所有人。那像那天赛会的整体水平，肯定是拿水要影响的。那天的天气，我每一圈都喝水了，一次都没有不喝。哦，不对，最后那一圈没喝，就是还剩最后一圈的那一圈没喝。拿水每一次都不太顺利，因为2.8公里一圈，你总会碰到人在水站那儿，都会有阻挡。你们看拍到那块是最严重的一次，差点撞上他，因为我低头看我拿水的那只手，我再一抬头时，前面突然出现一个人。所以大家参赛拿水的时候啊，就要不你拿完以后呢，你看也后边没有人横向闪开，
要不尽量不要停。拿完水站那儿就喝的话，其实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我要撞一下的话，肯定也就摔了。然后前面那位，你想，既然已经都不得不停下了，肯定已经很累了，你在后边被人撞一下，你肯定也摔了。然后没有自己携带能量胶，因为太热了，没法拿。我想拍摄，在10公里的时候，在补给站边上，家属给了我一个，大概在终点之前那一块。吃了一个咖啡因的，本来是一开始没想吃的，后来起跑之前我看天气条件，觉得肯定特艰难，还是吃一个咖啡因的。然后补给有一些失误，因为买了一个新的牌子的能量胶，是特别稀，然后呛了一口，以至于最后的10公里特别的不舒服，就呛得挺深的，一直在咳。后来我总结就是，每一次补给的那1公里，平均下来会耽误3秒。被呛那一次耽误了7秒，撞人那一次差点撞人那次耽误了5秒，一共是6次，就是30-40秒的样子。所以半马要特别残酷，特别艰难，因为没有容错。你差这几十秒真的追不回来。我所有其他正常跑的每公里，基本都在3分40到3分42，之后再加上各种耽误的时间，就要比我的 PB 要慢1分多钟了，因为本身也要比 PB 慢。至于天气呢，半程马拉松其实10摄氏度以下是理想的天气，越冷越好。20多度，别说有大太阳直晒了，就是都有阴凉也不太行，因为消耗太大，而且半程马拉松你一定要跑在自己行与不行的那个边缘上，而这时候呢，特别容易出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那天我到最后是掉速了的，最后还有1公里多的时候，那时候实在是觉得跑不动了。而且还有个小插曲，就是我记错圈了，在倒数第2圈的时候，我以为还有1圈。得知真相以后，心里特崩溃。最后大概有200-300米，速度掉了一些，后来快冲刺之前又顶回来了。那时候已经不敢看心率了，有点害怕，但是体感还行，体感仍旧是那种还想使劲儿，还能使劲儿，但是没劲儿的感觉。其实自始至终，你们看我心率高，也没有出现所谓的心肺问题，并没有觉得喘不过气来，就是觉得能量流失的太快了，补不回来。田中先生从对面跑来，哎呦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，ありがとう。田中先生恭喜我得到了第3名。他5公里特别厉害。跑团的小伙伴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そら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、ごめんな、ありがとう。OK， また see you。行吧，就跟大家总结这么多，没有什么经验，半马就是努力冲就好了，一上来就要拼尽全力了，几乎能冲下来就胜利了，冲不下来就拉倒。然后中间出意外的情况或者掉速，半马基本上就追不回来了。
不成熟的小经验。行，那咱们训练后再见啊，加油干！哎，10月2号星期一清晨6点33，晨跑结束，10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22，心率134，功率184，步频195。今天还是轻松跑，然后明天休息一天，后天是周3的强度课，看身体恢复状况来安排强度，看怎么跑。如果恢复的还行呢，周3就还是认真的去跑强度课。如果恢复的还差一点的话呢，就把强度稍微降一降，但是也是跟着团队跑课表。所以这个周期没有时间回评论了，我们下个周期再一起，抱歉了啊。行吧，刚才在大阪城还碰见了几位认识的小伙伴，都打招呼，还恭喜我，感谢大家。关机以后还碰见老哥了，老哥昨天早上起来干了个32公里，今天又出现在了跑道上，了不起啊！行吧，现在就开始调整身体，然后准备15号的东京的半马了。不过有这个成绩垫底了，就是1小时20以内的成绩了。明年初的大阪半马应该是可以在 A 区出发了，就不太担心了。确实是挺拼的，而且10月15号东京应该也不会太凉快，最多也就是20度左右，到时候看天气。赛道还好，是很平坦的，但是有180度折返。那好吧，那这个训练周期就这样，感谢大家伙，感谢大家伙，大家伙的弹幕跟评论我都看了，感谢大家伙。还是最后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吧。我们一起加油干，加油干，咱下回见。